先生来做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忧思伤脾，哀痛伤心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该这样。先生这样的人，自然不会伤心。可这世间并非人人都同你一样，个人自有个人的主意，你又何必来管我？你若真有这样的决断，我倒是高看你一眼。可你明明心里放不下，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？这算本事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。你若是喜欢，便不该放手；但你若是放手，就管好你自己的心。先生这一生，难道就不曾为过一个人、一件事而心难自控吗？你就当真能如此超脱对待一切？笑什么？先生说的对，我是管不住自己的心。先生知道白玉瓶吗？用陇州白玉所制，通体无瑕，浑然天成，本该是世上最美好的样子。可若有一日瓶口摔断，便自此留了瑕疵，饶是世间最高明的手段，也无法将其修复得完好如初。所以呢？我和张哲之间隔着太多太多，我本以为可以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本以为可以有所改变，可是原来不行。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就算强行弥合，也还是会留下裂痕。就如白瓶有隙，他这么好的人，就不该留下瑕疵。我宁愿他恨我，我也不舍得他去恨自己。可是我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好难过？先生通晓万物，了尽人性，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？为什么？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。白瓶碎或不碎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灵儿，既然选了，就往前看。可他那样好，若我忘不掉呢？那就找个更好的。先生骗我，这世上不会再有比他更好的人了。那便找个更合适的，一定会有的。灵儿，一定会有的。对不起。灵儿，既然选了，
就往前看。可他那样好，可我忘不掉了。那就找个更好的。这么好的人我都错过了，不会再有了。对不起，若不是你应了我，去查燕家的案子，你本不会搅入此局，伯母也不会。张大人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不是你的错。是我害了母亲。年少时，我父亲被人构陷入狱，冤屈致死。灵堂前，母亲让我发愿，来日定要成为清正之好官，查尽天下不平。你做到了，巨朝上下没有比你更好的官。今日我欺骗老师，未将谢少师之事相告，为人臣，为尽忠，母亲沉疴已久。我明知他一生所愿，唯愿我顶天立地，匍匐君民，可我却连累他含恨而死。我这样一个不忠不孝之人，算得上好官？母亲生我养我，我却害死了他，连送终都做不到，是为不孝。我这样的人，我自己都厌恶，凭什么活下去？不，是我害得你不忠不孝，是我害了伯母。你是一个好官，是一个好人，你本该是天上皎皎明月，绝不是这浑噩世间一介庸碌昏聩的凡夫俗子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我的错。江姑娘不必如此，一切选择都是长者所做，与姑娘无关。通州下雪那一夜，我就该想到的。我明明知道，我明明该提前想到的。张大人，上清观中我问过你，相不相信人有前世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曾做过一个梦，梦里面你为世人误解，受尽唾弃，一样的大雪夜，一样的鸣冤谷，老夫人为子鸣冤，含恨而去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真真切切地发生过。那只是个梦。不，是我明知道你留在通州会累得老夫人含恨而去，可我为了燕家的案子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告诉你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不是这样的人。程哲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从泰安殿起，我便知道你心性坚韧笔直，善断典狱。你与瑶溪的婚事，你当真以为我是仗义直言？你这样的能臣直臣，谁不想费尽心思笼络？通州之行，你不是说我事事都有成算吗？那是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有你护在我的左右，
我便能高枕无忧。够了！不要再说了。我害死了你的母亲，你还处处维护我。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人？既然已经利用了这么久，为何不继续利用下去？我这样的人，与我有用，才值得我费尽心机。如今你要离世守孝，对我已无用，我也懒得再演戏了。长哲，上一次你因母亲之死恨上自己，失去求生之意，这一次害死你母亲的罪，就让我来担吧。我本以为命运可改，到头来这些事却依旧没变。曾经你因我名节尽毁，走上死路，如今若你我继续一起，只怕会再次害了你。若是如此，我宁愿自此分离。长哲，对不起，恨我吧，指望你能好好活下去。哦，江二姑娘，这位漂亮妹妹谁啊？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定飞世子，长姐不必理会。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？学业荒废了没有？学生自是在府中读书弹琴，无一日敢辜负先生教诲。既然遇上了，跟我回府一趟，正好有话要跟你讲。学生家中还有急事，改日再去拜会先生。黄州那边有来信，不想知道。燕玲，长姐，我有事要去一趟谢少师府上，家中……妹妹且去，家中我同母亲禀报。哎呀，哎，那江家妹妹，要不你就捎我一程呗？是。薛定飞，你好歹也是国公府出身，以后这种阿杂事不可再做。你可以不要脸，但不要败坏我薛家的名声。哦，原来是嫌我丢人呐。简单，既然您觉得我姓薛这么麻烦的话，要不我直接改姓燕？混账东西，逆子！薛定飞，你竟敢如此忤逆父亲，你难道不懂长幼尊卑吗？薛定飞，你竟敢打我叶儿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一个外室生的庶子，怎么有胆子这么跟嫡长兄说话呢？那我今天便要教教他何为长幼，何为尊。你干什么？这个孽障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是薛家之主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薛远你竟和我独得圣上恩赏，竟敢出手打我！你别忘了，我是圣上亲封的重要校尉。干什么？孽障！我告诉你，莫说一个小小校尉，就算你出将入相，也莫想在我薛府造孽！你疼死我了！哎呦喂！老爷，站住！国公打人了！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疼！
老爷，疼死我了！父亲，老爷，父亲，让老爷，我的腰，我的腰，你没事吧？你个逆子！打人啦！定国公打人啦！快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来看看呐？我看看。忙一天了吧？还有空让剑叔叫我过来，不累呀你？我跟于芳爷那个事儿啊，我真不是故意要瞒你，但事发突然，他又不想声张，所以匆匆就办了。但你莫要伤心啊，我虽然现在有了妻室，但我也不会忘了你的。救人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你偏要选这一招。你跟他之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吗？你与这江二姑娘倒是挺有默契的，她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。我嘛，你要说真的一点都不喜欢，那肯定也不是。但你要说真的有那么的喜欢呢，其实也还不至于。我就是觉得呀，这姑娘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她是个死心眼儿。原来你喜欢这样的。哎，你没有相处过，你自然是不知道。哎，这个姑娘啊，她特别重情义，你要是对她一分好，她就能100分1000分的回报你，就好像她对你那个江二姑娘。说你的事。尤芳银这个姑娘啊，本是一个又胆小又柔弱的人，但是为了情义却什么都敢做。她要是执拗起来，天塌了她都不肯走，真是傻得让人气死。但也就是因为她的这个脾气，瞧着是真让人心疼。所以我就想啊，也该有那么一个人替她撑一撑那片天。所以你就要做那个人。那你打算做多久？我吕某人既然娶了，我当然是负责到底啊。可他未必喜欢你。小瞧人是吧？我吕某人如斯魅力，我还迷不倒他。行，那就祝你与夫人长长久久。别光祝啊，得随礼。我吃到你酒席了吗？谁让你当时不在啊？所以啊，我没吃到你酒席。哎，你真不随啊？你多少随点嘛！来，先生给你的琴瑟，新婚贺礼宴，算的谢居安有点良心。哎，你跟刀琴的呢？哎，道亲，你别跑，你礼物呢？嘿，骗我是吧？你礼双份啊！别跑！贵妃娘娘的身子月份渐大，宫中也不宜再住外人，我们也不能入宫为公主伴读了。本以为很难再见到殿下，但没想到今日却在这寺里偶遇了。其实不是偶遇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就是想着你喜欢学佛，肯定会来此参拜。我在这儿日日守着，总会有能见到你的一天。殿下，雪慧当不得您如此看重。我说你当得你就当得。其实我在这等你，是有话想对你说。殿下同我有什么话说呢？江姑娘，母后不日为我择妃，我希望你能来参选。你不愿？原以为你我心意相通，没想到是我一厢情愿。抱歉，江姑娘，是我打扰了。雪慧很感谢殿下情谊，但是众人皆知，你的王妃是薛家那位大姑娘。但在我心里，我早已打定主意，我的王妃一定是我心仪之人。
但就怕事不遂人愿。事在人为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信武卫中传来消息，说临淄王殿下日日来这流连，原来是为了江大姑娘。什么书香门第，竟敢魅惑殿下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这件事可要告诉国公和太后娘娘。此等小事，还不用麻烦父亲与姑母，不过是一个江雪慧罢了。走吧。是。宁宁，你今日总算舍得进宫来看我了。你说说，这段时间我给你写了多少信，你回都没回我，是不是不拿我当朋友了？殿下见谅，前些时日家母让二妹去城外礼佛，所以在寺中住了段日子，回来后又病了一阵。殿下的书信，二妹还没来得及看呢。病了？那现在可大好了？自是大好了，才能入宫来见殿下呀。既然如此，那本殿下就不怪你了。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跟我说啊。是，多谢殿下宽宏大量。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太后娘娘那边还在等着您呢。我要同公主殿下去说几句话，耽误不了时辰。哎呀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见过殿下。二叔，你来啦。殿下。哎，今日倒是赶巧了，江家二位姑娘怎么入宫来了？都曾是伴读，薛大姑娘来得，我们自然也来得。江二姑娘说笑了，我来是奉姑母召唤。今日太安殿新进了临淄王殿下爱吃的鹿肉，姑母便唤我来陪侍一二。所以呢，二位没有听说吗？圣上有意在伴读中遴选临淄王妃，只不过临淄王殿下身份贵重，王妃之位可不是什么出身都可当得的，就怕有人想要飞上枝头，却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。薛大姑娘这话说得不错，但我认为只有真凤凰才能飞得上高处。有些山鸡野鸟之流，披着几根彩毛，错将自己当凤凰，最后也不过是笑话一场。殿下，太后娘娘还在等着我，我便先走了。他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谁不知道他是母后主义的临淄王妃？谁能争得过他？跑来这儿说一些不阴不阳的话做什么？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定国公的儿子了！你快让我进去！外面何事喧闹？快点！疼死我了！圣上，忠勇校尉在门外候着，非要见圣上，说是要告状。告状？告什么状？这奴不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圣上，您可一定要替朕做主啊！圣上，定国公他打我，你瞧瞧，他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这定国公怎会下如此狠手？还能为什么？他这个国公爷早就嚣张跋扈惯了，燕红莲我都得了圣上赏赐，却没有他和兴武卫的份儿，这才让我难堪呢。这胡闹！你父亲贵为国公，岂会为如此理由责打于你？圣上，臣句句属实。他不仅不满圣上对我的恩宠，还说什么？说圣上早就忘了当年他对圣上的扶持拥立之恩了。小兔死，走狗烹，如今圣上这么对他这个舅父，这是要共和拆桥，翻脸无情。
好一个扶持拥立之恩，好一个救父！朕倒要问问他，身为臣子，竟敢向天子挟恩，他的忠义何在？召定国公入宫。圣上息怒，忠勇校尉许是受了委屈，才一时口无遮拦。定国公效忠多年，亦是太后的亲弟，岂会有此等心思？少是此言差矣，我怎么就口无遮拦了？虽然他是我的生身父亲，但是我早就看不过眼了。不过仗着太后宠幸，又是圣上的舅父，靠这些血脉姻亲，还有那20年前说不清道不明的军功，除此之外，他为了圣上，为了朝廷，还做了什么？什么叫说不清道不明的军功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回圣上，不打臣知道圣上心念300一世的忠烈，一心想要查清此事，便日夜不停地卖力回想，终于想起从前被困金陵之时，曾偶然听你党提起过当年之事，虽然只听到了些许，但是有件事觉得蹊跷。何事？当年永义侯率领的可是3万军队，那定国公只领了5000兵马。就算平南王的大批兵力是在东边抗衡燕家军去了，但定国公得有多英勇善战，才会得了第一个破城的首功啊！经历了通州之事，甚至觉得他除了打儿子有些手段，可不像是有南下本事的。圣上，当年的事时过已久，且定妃公子的话亦是猜测。圣上若是以此来质疑定国公当年的功绩，怕是不妥。此事不可对人提及。谢卿啊，定妃受了委屈，你带她去太医院瞧瞧伤势，以免落下病根。是。圣上，你可一定护着臣啊！圣上，疼死我了！圣上。你平日里不是一向最端正持重吗？怎么今日薛叔区区几句话，就将你扰得心绪大乱？你可有想过，他若不是担心自己没有胜算，又何苦来寻你这一遭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也不全是因为他。方才你也听到了，连公主殿下都默认未来的临淄王妃是薛叔。我纵因恋慕殿下而参加选妃，可是我若落败，不仅会让我自己失了脸面，还会连累江府成为京中笑柄。人不该为了别人的目光而活，而是该为了自己的心。从你救下秦贵妃开始，你不就已经打定主意要走这条路吗？如今为何又怯懦？雪宁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勇气的。这世上除了别人的眼光和自己的心意以外，还有一种东西，叫做命运。倘若命运注定如此，就算我与之抗衡，又能如何呢？命运吗？州之地有我的人，他们眼下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不必过于担忧。只是北地到底苦寒，侯爷前段时间旧伤有复发之势，好在如今已无大碍了。燕陵的性子本该无拘无束的，这黄州虽然比不上京城繁华，但也能任他辽阔遨游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那你呢？你也想离开京城，寻找一份自由？我自幼在乡间长大，曾也是一心向往京城的繁华。可来这儿走过一遭，发现繁华之下尽是疮痍，自由我亦不敢奢求。这命运之下，或许没人能够逃脱得了掌控。观信中所言，可以知道这信寄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。先生如今才给我看，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，本不是为了这桩事。
所以先生唤我来此，是想说什么？既然先生不肯说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一段黑夜，一瞬烟火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居然敢瞒着哀家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你还让人抓了把柄！请姑母明鉴，此事与舒儿无关。姑母，跟你无关。你是哀家一手调教出来的，哀家能不知道你的手段？哀家3番5次地告诫过你，在选妃之前，断不可再生出任何差错。那江雪会是什么东西？值得你这样自降身份吗？哀家就是这样教你的。姑母息怒，我也是担心殿下，害怕他被人蛊惑了心智，在选妃时闹出难堪，还请姑母看在薛家的情分上，再给舒儿一次机会。情分？哀家将你自幼带在身边教养，为的就是薛家。你呢，几次3番的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。上次玉如一案，哀家就告诫过你，做事务必谨慎，不可留下端倪。你这次居然让张遮当庭揭穿了你的下作行为，你把新武卫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姑母，舒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你滚！姑母，舒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，舒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娘娘，犯不着拿别人的错处同自己过不去，您凤体要紧呐。是否真的是哀家看错了人？老爷，混账东西，让我薛家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。你看看，你养的好女儿。老爷，要不我们求求太后娘娘吧，她一向疼舒儿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要是没有把柄的话，那还好说，可现在都是痴人说梦。我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丢了薛家的脸，我做这一切，难道不是为了薛家？江雪宁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上不惧以卵击石，当庭状告。可父亲您呢？您害女儿丢了王妃之位，为了薛家筹谋。可女儿难道说错了吗？她江雪宁前往通州与逆党厮混，分明是真。该名声毁尽的是她，不该是我。愚蠢的东西！敢跟我顶嘴！厮混逆党，还是忠义经国，那全在圣上的一句话。你以为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能抵得过圣上的金口玉言吗？父亲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谢威和张遮带着禁军往新武卫衙门去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不得离开薛府半步，好好反省。舒儿，我看看。谢少师、张遮，你们这是何意？自是奉旨查案。今日圣上在朝上刚下的谕旨，难道国公这么快就忘了吗？查案可以，但你们带这么多禁军，是什么意思？江尚书所参涉及国公，我与张大人自然是要从新武卫相关人等和历年卷宗查起，但此处毕竟是行伍之地，
未免有宵小之辈从中作梗，圣上特允谢某带禁军前来。怎么，国公连圣上的旨意也要抗？走。老爷，你怎能如此糊涂呀？那定国公薛远是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是当今圣上的亲舅，太后同母的胞弟呀。哪怕他薛家倒了，那太后还在呢。今日若非张大人和谢少师为你在御前说话，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？好了，夫人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骂我的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次流言确实是薛大姑娘所为，这起因嘛，正是灵子王选妃之事。他这次针对的不是你丫头，而是……老爷，夫人，大姑娘来了，说是来请罪。是女儿。女儿与灵子王殿下有了私情，引起了薛氏忌惮，才惹出这诸多是非的。夫人，不可呀！你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如此糊涂，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？你，夫人呐，有话你好好的问，不要动手打他嘛！啊，母亲，我与殿下始于情，止于礼，绝未做出任何逾越之事，请母亲相信我。是了是了，夫人啊，自家的孩子养到这么大了，慧丫头的品性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好，你现在主动来承认，我姑且不罚你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退出选妃，从此再也不见灵子王，免得搅进那些是非里。起来，慧儿，你一直在母亲身边，从小就是乖巧听话，从不违逆。这一次，便也听母亲的话吧。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不会害你的。灵子王夜闯御书房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他为了你违逆太后，冲撞圣驾，你该明白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也一直都相信。那你在害怕什么？薛家，你该明白，余恶躲不是办法，这也不是一时一刻，而是你一生的姻缘。那你觉得我应该坚持吗？不是我觉得。江雪慧，你压抑了10多年，也是时候该问问你自己的心，到底想要什么？事在人外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，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请恕女儿不孝。女儿从小到大什么都听您的，但这一次，我想跟着我自己的心走，就这一次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夫人，夫人，请母亲成全。夫人，娘妈，拿家法来！哎，不至于啊！哎，我知道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家上下的平安，可是你也应该知道，这薛家权势再大，他也不能只手遮天呐。这人有的时候啊，一味退让换来的不见得是平安，反而是别人更加过分的欺凌啊！再说了，夫人，现在这选妃的名册他已经定下来了，没有人能改变得了了。好，好的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个个心气挺大的，都不怕死吗？
你们都姓江的，对吧？哎呀，只有我是外人。夫人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了。哎，母亲，快，别喊我母亲。我带大的慧儿，没有这么忤逆不孝。夫人，大姑娘因选妃之事顶撞了夫人，之后她便自己罚了自己，一直在祠堂里跪着。不过她也没答应夫人放弃选妃，真没想到，大姑娘还有这么执着强硬的一天呢。或许这才是内里真正的她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她终于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了。听说夫人这次连老爷的气都生了，都不让老爷进屋了。这也难怪夫人，这次的事听上去确实惊险。不过听说多亏了张大人和谢少师相助，才能平安无事呢。夫人不必担心，看着不像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一个随从都没带，打扮的更是有些……走吧。江夫人，臣妇参见公主殿下。不知道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，微服出访，夫人不必拘礼，我是来找宁宁的。哦，殿下怎么突然出宫了？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啊！二哥的婚事扯出那么多糟心的事儿，母后现在又不让你们进宫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闷得慌，便向母后央了一天的假，出宫来玩。殿下难得出来，那我今日就当一回殿下的向导，带你好好玩一遭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带银子，今日吃定你了。这里果然有京城最美的景色，怪不得燕林以前总跟我吹嘘，原来宫外竟这般精彩。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困在牢笼之中，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，可一入宫门才发现，竟是此生难回。是啊，谁不愿意离开那儿呢？只可惜燕林有的选择，而我……殿下。往日你瞧着我开心，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样子。宁宁，一开始你也同他们一样，觉得我就是个爱繁华热闹、娇气跋扈的公主吧？其实我知道，我呢脾气不好，学识不好，旁人敬我畏我，但不会与我交心。只有你和燕林会同我说些真心话。如今燕林走了，二哥就快选妃成婚，阿叔又弄成这样，母后与皇兄之间也是暗流涌动。我原以为我只要这样快活下去，这些事都能与我无关，可惜啊，人生在世，自然各有各的责任。殿下生而高贵，免受寻常人家饥寒之苦，又能成日与亲人相伴，还结交过许多朋友。虽有这些烦恼，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了。幸运吗？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生在帝王家，我也想离开皇宫，去寻那海阔天空。殿下，你今日究竟怎么了？可是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才没有呢，这不是与你闲聊吗？等日后有机会，我让皇兄下旨，
准了你我出去游山玩水，蜀中、金陵，还有那南面海上，我们都要一同去看看。那可一定要叫上燕翎。对，到那时候，燕翎一定已经成为大将军，佩宝剑，穿金甲，护送你我二人离开京城，一辈子也不回来。好。殿下，是时候该回宫了。不是准了我1日吗？怎么时辰还未到呢？天色已暗，圣上与太后娘娘都在担忧殿下的安危。若殿下还想再待一会儿，我等在此护卫殿下周全。不必了，我这就跟你们回去。是。宁宁，我先回去了。最近宫里事多，你便不要入宫来了。殿下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一切安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。这。公主今日好像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我怎么了？我们方才听长卓说什么？他说听到消息，大悦城国叔提议联姻，圣上在考虑和亲之事。难怪他今日，可是为什么又提前了？什么又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入宫一趟。哎，姑娘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宫里这个时辰早就落月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大约和亲，他会死。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将遇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
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事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，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不能据大越与关外。现如今，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，推出个女儿家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凡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哎，启凡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人多眼杂呀！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霄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叫他翁启凡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，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。啊？市井之中，1、2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，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我找你来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我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行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？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
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宁儿那边怎么样？任姑娘大气，豪掷几万两，连眼睛都没带眨一下的。她为了救公主啊，真是什么都舍得出去啊。先生，外面周云芝求见。周云芝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谁啊？是个新武卫。新武卫？不是，来找你干嘛呀？他来自然有来的道理。周银之见过谢大人。周大人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因为几次相助于二姑娘，在国公那边已经是受到猜忌了。我现在在新武卫这上上下下都受到限制，所以今夜特地前来想请教谢大人，银之往后究竟该如何行事，还望您给指条明路啊。我曾听闻，这定国公在京城附近养了一些未登记在册的新武卫，刑部最近也一直在追查此案。若周大人真有心弃暗投明，不如先细心寻找一些证据，届时我上报圣上，一定不会忘了周大人您的功劳。谢大人的意思，银之明白了。成功了。公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只一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！黄日礼，来人！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！姑母！是宫里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你把新武卫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
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，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，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，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。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；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棋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棋子。阿叔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丫鬟不是说他昨日入宫去了吗？他有所宫中，侍奉太后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我看不必为他担心。只是他这一次不顾我的命令，擅自出门。等他回来以后，必须家法伺候。王公公，恭喜国公爷了！何事恭喜啊？令爱昨夜留宿御书房，今晨已被封为贤妃娘娘。圣上命我来传旨，可不得恭喜国公吗？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谁让他来的？滚出去！母后息怒。是啊，您可别为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后妃每日给娘娘请安是公规，既然您今日心情不佳，那臣妾明日再来。臣妾告退。
阿叔，公主有话要同本宫说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我做了什么？不知廉耻，自荐枕席。公主不妨问问自己，我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？我何时逼过你？没有逼我。你我多年情分，可在你心里，我却不如一个江雪宁。我与临淄王天生一对，可他却爱上了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江雪慧。他不愿娶我之时，你在哪里？我被薛家视为弃子之时，公主殿下，你又在哪里？而今大悦来犯，该去和亲的人是你，又凭何要我代替你去？所以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？你与我论对错。公主未曾尝过一切都失去的滋味，等到了那一日，便会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我一样选择。这世上只有胜败，没有对错。爱情。